国民党可以把辩论会搞成连续剧，绝对失误。它的具体目标作用是什么？它是要面向大众吗？它是要面向党员吗？目的是把所有的候选人通通摧毁的话，会想办个人证。中央啊，形同人形立牌，各个候选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各展现了他们的特长，但是也造成他们的短板被无限放大，使得这些人变成现在感觉是要往前冲，结果是腰肋肉出来。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国民党还是大家民进党最大的主力，我要来批判郝龙斌。结果其实昨天郝龙斌的表现，我觉得比想象中好，不要出现大失误，我觉得看稿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也没觉得他特别好，就是我觉得讲的都很有愿景。但是就是大陆的朋友们，就是政治体制是以党领政，党主席就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其实就是国家的元首，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说，有点像是选党主席就相当于选国家领导人，所以这是重中之重。我觉得这次的党主席非常的明确，就是过渡时期的党主席，这个思想改造啊，我们要就是端正国人的观念啊，对党有宏大愿景，你要做个非常强领导人啊。我觉得我明显感受到张校长是有这样的想法。我其实讲难听，就是这一任党主席，你应该做不到，你满打满算你就是2年，你就会交兵权给他嘛。包含张亚中自己也这样讲嘛。虽然张亚中的潜台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嘛，他是希望他选党主席，他选上了总统候选人也是他，我就是要这么具体的问题，然后我希望3位候选人，那天是3位，非常具体的把你的方法讲出来，不要只是会讲说我觉得要团结，我觉得国民党要年轻化，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废话。我要听到的是方法。每个人都讲说国民党应该要团结，我也是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废话。拿出什么样具体的方法可以团结？张亚中校长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法，但我觉得没用。他说你只要有制度、有理念，首先理念我觉得是废话，制度是一个明确的方法，有制度就可以团结。什么叫有制度？有个明确的初选。2020年我们的总统大选，国民党的候选人有没有初选？所以我就说国民党这个你要有理念，正确的废话谁不想要理念团结？问题是具体是你要怎么做。Chip 问的问题，国民党要怎么吸引年轻人？然后每个人都开始提自己的方法，但其实这里都是讲很久的废话。哪个党不想吸引年轻人？重点我不是要听你们这些人说什么，我要看你们做了什么。现在苏文学校还有在运作吗？就张校长常常说国民党不懂得培养年轻人，今天罗志强至少养出了3个年纪不到30岁的年轻人选上了市议员，虽然3个也不多，但人家至少有结果有成果。就连郝龙斌也养出了一个游淑慧。国民党现在的党公职里面，台大政治系出身的有谁是张校长的学生？废话，我其实觉得罗志祥说故事才是对的，好吗？因为那些故事代表他真的做过这些事，那是实际案例。我不要听你的理论，你都会讲，你论述有多么精明，有多么的高大上。bullshit， 我要看你做出什么样的结果。你张校长讲自己哇，我多会培养年轻人，我都会吸引年轻人。好，请问国民党现在里面哪一位党公职或是年轻人党公职是苏文学校或者是你的学生嘛？哪一位嘛？没有啊。那你讲的你再会吸引年轻人，你讲这个完全没说服力啊。我先不说张校长对九二共识的理解是对是错，因为他一直说大家都是错嘛。他提出他的九二共识的见解的时候，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人就是赖以任，赖以任就很想要跟那个张亚中辩论，一直说你这个九二共识的理解才是错的。而且我不知道历史课还记不记得，大概2-3年前吧，其实关于九二共识的辩论，土条就已经跟张亚中辩论过了。张亚中你连自己的党员都还未必能说服。首先我先说，我其实没有很排斥张亚中的理论，你连国民党党员都还没说服，那你就觉得你只要选上党主席，然后呢，你这个政策党员投票一定会通过，然后呢就能变成总统重大政策，然后你就一定会当选，有点太不登天了嘛。先选上，先辅佐你的总统候选人选赢总统选战，那才是重中之重。他当初理论不是就给洪秀柱不是吗？如果张校长那么有影响力，为什么当初出来选总统的是洪秀柱，不是你张亚中嘛？张校长当幕僚或当理论家很好，你可以帮国民党做论述，但是现在的党主席，我讲难听点就是一个过渡性的工具人。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以我要选出一个 superstar， 要选出一个主角的方式来看这次党主席。这次党主席的定位就是保驾护航的陪衬。讲难听点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些人都没有要选总统，令国家方向的，甚至能够进行到我们未来两岸的未来规划的，那个是总统的责任。而且接下来这个党主席就会把棒子交给总统了。这即便是郑丽文他说，如果党主席跟总统的意见不一致，虽然很可悲，但是以总统为主。你如果近一点来讲的话呢，当然县市长这边，我觉得蓝白合那都不用拿到那个党主席上面来讲，因为不管谁当党主席，他一定要面对蓝白合。你现在党主席不是公职，基本上你国民党主席第一个手
为什么？当然就是中华民国啊！你去 diss 共产党干嘛？你今天要面对的是民进党。如果说2027老共就动手来讲话，你还选什么总统？你基本上你党主席可以去跟对岸谈，这个也是党主席必须要肩负起。最多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要国民党党主席，你很少看到很多大活动他站上街头的。我觉得从论述上面来讲，我觉得张亚中是讲的是最好的，因为只有他在讲格局的问题，其他人几乎都不是，其他几个人都是在讲我曾经做了什么，然后我将来要做什么，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更像一个干事的人。张亚中其实对于9·2共识的诠释，其实是我觉得还是蛮正确的，就是一个中国，两岸共同谋求统一嘛。但是问题是，共同谋求统一这个东西，你很难其他4个人当中的口中听到啊，他们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张亚中才会抨击他们。其他几个候选人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只有郑丽文，我觉得他是介乎于张亚中跟就是罗志祥之间的这么一个人，就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而同时呢，他也知道他未来要做什么。至于那个郝龙斌，我觉得那个郝龙斌真的是，我是真的不太认同他继续参加初选，因为他年纪真的很大了，他的年纪已经70多岁了，他比习大大还要大，就是马英九那个时代。而且他讲的是什么？他是说的是和中啊，连和陆他都不是了，所以说他后来郑丽文给纠正了嘛。但是我觉得未来的党主席他不应该是开倒车走回头路的，我觉得应该是向前看的。所以在这方面我是比较认同张亚中跟郑丽文的。2016年国民党的选举到朱立伦对蔡英文的选举，一路到现在，国民党完全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就有人会信，就有人会投他的票。大家可能大部分都在诠释号的部分，我会怎么做，我会怎么做，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端得出来到底 why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所以这个党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完全没有mission and vision。 那你要打赢选战的话，当你没有 mission and vision 的时候，那你就没有一个竞选的主轴啊。不是党主席带领着总统跟党走，是总统带领着整个党，包含党主席走。他们就几乎都不会是最后的老大。其实这一次的国民党主席的选举，可以把辩论会搞成连续剧，我其实是觉得国民党的一个决策绝对失误。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展示货架的机会，让国民党各个候选人能够展现出各自的能力，并且让外界认为国民党每一个都很强。但结果呢，变成趴分大赛。这是从第一场到第二场最糟糕的结果，现在变成一场连续剧了。我是认为国民党中央，如果他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候选人通通摧毁的话，那他会想办更多场。那如果通通都摧毁的话，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想退不能退，非我不退也，非无不退也，无不得已也，有没有可能呢？下一场要怎么止损，或者下一场该怎么来进行，而不是继续的搞成趴分大赛。那再这样搞下去的话，那就真的就是先把国民党自己家人就先撕一遍撕了。而且你很明显可以感受得到，当张亚中在批判人的时候，罗志祥是会动气的，真生气啊，因为他觉得张亚中的空口白话，老子这场拼到底了。可是喜欢张亚中的人会觉得说，罗志祥你只会讲故事啊，你叫故事会啊，你故事不感动我啊，你只感动你自己。但他的受众是不是多数又是另外一回事。张亚中的理论很吸引人，但是罗志祥受众会觉得屁，你这个没有实践的可能性。到底这场国民党党主席他办辩论会，他是要面向谁？他是要面向大众吗？他是要面向党员吗？他的具体目标作用是什么？也就是说，现在党中央啊，形同人形立牌，各个候选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各展现了他们的特长，但是也造成他们的短板被无限放大，所以使得这些人变成现在感觉是要往前冲，结果是那这些候选人就算选上了，他能够真正贯彻党主席这个职务吗？党内的路线大辩论不应该是在党主席选举的时候啊，怎么会选在这个时候呢？不就摆明的要撕裂自己的政党吗？这就是这整个事情的一个关键。大家现在担忧的是2026、2028可不可以赢？对于整个在野的团结，还有2028如何来攻下民进党推倒赖清德这件事情，看起来现在的帮助反而是不够的。国民党现在就是骑驴找马的状态，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纲嘛，没有一个明确的主义核心嘛，所以他很多事情的判断叫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所以他就骑驴找马。所以这里面它就有很多有实务层面的，有理论层面的，有路线层面的，有方向层面的，但是你会发现国民党连办一个他的这个党主席初选，他都没有办法明定他这个党主席初选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蔡英文跟赖清德辩论吗？他才懒得理他嘞，就辩论他也不会理他。蔡英文要的是什么？稳稳的掌握这个党核心逻辑是什么？现在对国民党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大家太渴望被关注了，所以哪个网红哪个谁说了什么，大家都好有压力，都得想办法去面对，哪这么困难？其实国民党现在做一件核心的事情就好了，把自己的基础价值重新打磨，